天空突然出现巨大火焰，龙驾驶的飞翼号没能躲过，被吸了进去，来到了一片异空间。恐怖的压迫感让龙想起了曾经的黑暗皇帝，难道这家伙还没死？那时候他明明亲眼看到梦比优斯把黑暗皇帝给打成光了呀！就在龙疑惑时，飞翼号遭到了攻击，地面伸出的三叉戟击中了他，只能被迫着陆了。就在这时，安培拉星人打造的黑暗铠甲出现了。虽然春奇逃了出来，但龙受了重伤，已经跑不掉了，于是留下来独自拖住敌人。就在黑暗铠甲要一叉子送龙领盒饭时，他的身体仿佛被定住了。就在龙疑惑时，黑暗铠甲又挣脱了束缚，这次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直接一叉子戳了下去。完事后又盯上了逃跑的春奇，举起叉子再次袭来。危机时刻，一阵光芒亮了起来，是梦比优斯来了。他赶紧推开黑暗铠甲，但力量不够，直接被甩开了。调整好状态后，梦比优斯冲过去就是一脚，但他的攻击明显力度不够，很快就又被黑暗铠甲甩了出去。梦比优斯起身召唤出了梦比姆光剑，可光剑却在消散。就在他疑惑时，黑暗铠甲一叉子就把光剑干碎了。然后他高举三叉戟，吸收天空的雷电之力为武器充能，释放出了雷佐流姆光线。梦比优斯一个侧翻躲过攻击，起身放出了梦比姆光线反击，怎料被黑暗铠甲一个眼神挡下，还把自己搞成了红灯。双方的实力悬殊太大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梦比优斯很快就被打倒在地。就在黑暗铠甲要给梦比优斯一叉子时，他的身体被定住了。铠甲里面竟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难以置信，黑暗铠甲里竟传出了希卡利的声音。梦比优斯得到提示后，直接上前抽出了他腰间的佩剑。黑暗铠甲头顶上的角被砍出了一个小口子。就在他要为三叉戟充能时，瞳孔里的红光逐渐消散了，一旁身受重伤的梦比优斯也变回了人间体。与此同时，在一片祥和的空间里，龙的面前出现了奥王。原来之前黑暗铠甲一叉子干爆飞翼号时，是奥王出手救下了龙，因为奥王有任务要给他。就在不久前，希卡利为了消灭黑暗铠甲，闯进了黑暗火焰里，但他根本不是黑暗铠甲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干趴了。蓝族的高智商哪去了？简直就是千里送人头，还被黑暗铠甲吸进体内，成为了铠甲的着装者。眼下要救出希卡利的话，需要龙和希卡利合体，这样才能让希卡利摆脱铠甲的控制。这种和奥特曼合体的好事，龙自然不会拒绝。回归正常后，龙来到了未来面前，正当两人寒暄时，不远处飞来了凤凰号，昔日的伙伴全都来了。时隔多年，曾经的小队再次相聚。就在这时，黑暗铠甲苏醒了，未来立刻变身梦比优斯，队友们则是发动攻击，吸引黑暗铠甲的注意，让梦比优斯从后面抱住他，限制他的行动，为龙进入之前砍出的缺口创造机会。关键时刻，黑暗铠甲竟然挣脱了梦比优斯的束缚，还对凤凰号扔出了三叉戟，这种距离已经躲不开了。凤凰号直接被干爆了。一阵爆炸过后，极速号冲了出来，龙从副驾驶舱站了起来，看向了黑暗铠甲头顶上的缺口，然后猛地跳了过去。黑暗铠甲立马旋转手里的三叉戟阻挡。希卡利双臂靠拢，拼尽全部的力量控制黑暗铠甲停了下来。当龙冲进头部的缺口后，黑暗铠甲眼中的红光消失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突然，缺口处出现了一道光芒，强大的能量直接把黑暗铠甲炸得四分五裂。希卡利也终于摆脱了铠甲的控制。就在他和梦比优斯打招呼时，天空电闪雷鸣，地上的铠甲碎片吸收了闪电的能量后，竟然重新组合在了一起。两奥见状，直接冲了过去，毕竟2打1刚就完事了。可惜他俩低估了黑暗铠甲的实力，手持三叉戟的黑暗铠甲面对两奥丝毫不落下风，甚至还占据了优势，很快就把他俩打飞了。然后旋转手里的三叉戟，准备打出雷佐流姆光线。此时，两奥的胸口闪烁着红灯，队友很担心他们，伙伴之间的羁绊再次创造了奇迹，为两奥带来了新的力量。让梦比优斯升级为凤凰勇者形态，轻松挡下了黑暗铠甲的雷佐流姆光线。在双方近身肉搏时，黑暗铠甲凭借武器优势逼退了梦比优斯，于是梦比优斯捡起地上的剑和他对拼，很快就压制住了黑暗铠甲，并把他甩飞出去，然后纵身一跃，一剑把他劈成了2半，打开补刀剑，又补上了一记梦比姆凤凰，直接把黑暗铠甲炸得粉碎。这下总算复活不了了吧？结尾，希卡利控制黑暗火焰飞回了光之国，而未来则是被放了个假，留在地球和小伙伴们撸起串。